你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深藏的神性，只是这种神性被生活的尘埃所遮掩。若能揭开这层封印，你将无所不能，做任何事都如有神助。当元神觉醒，你便不再是寻常之人，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自己。然而，元神的觉醒并不容易，如果没有遇到引导你觉醒的导师，许多人需要经历痛苦的考验才能觉醒，或者是因负债，或是因家庭破裂，或是因健康危机，这些皆是宇宙通过不同的方式推动你回归真我，唤醒你内在的力量。在这片极真实又虚幻的三维世界中，每一位觉醒的元神都弥足珍贵，因为大多数人深陷于三维的表象之中，被眼前的物质世界所迷惑，无法看见高维度的真相或前世今生的连接。未来的20年里，随着地球能量的变动，人们将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大运——九子离火大运。觉醒者的心想事成能力将大幅增强，吸引财富的能量也会更加强烈。经过3年稳定期的调整，觉醒者甚至将拥有言出法随的能力，进入意识创造物质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属于善良者，属于精神的高度文明。然而，对于那些尚未觉醒的人来说，因认知的局限，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将面临更大的财富和健康差距，或被生活的重担拖入深渊。觉醒的深度与元神的稳定程度，决定了每个人的最终归宿。觉醒后的元神会接到宇宙赋予的使命，回归源头。这是一个心灵升华的过程，亦是所谓的肉身封神的时代。古语有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很少有人知道后面的2句，那便是人和不如己和，己和不如神助。达到如有神助的境界，意味着无往不利，而这个神就是你的元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神性，元神便是推动我们向前的无形力量。只因多数人被生活的繁琐所困扰，难以觉察到元神的存在，只有少数觉悟者能唤醒这股力量，使之服务于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唤醒灵魂的神性，回归元神的力量。为什么历代有如此多创造奇迹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借助了元神的力量。如有神助，那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点？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如果无法觉察潜意识，便会被他掌控一生，而他却将之称为命运。这个潜意识便是我们的元神，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却常常不被我们察觉。人生而善良，内心本自具足，只是因为世俗的侵染，逐渐被贪嗔痴蒙蔽，神性也随之被遮蔽。我们追求外在的认可，逐渐在心上蒙尘，远离了本初的纯净。若一味向外求索，就会被物欲之海吞噬，最终成为情绪和欲望的囚徒。
丧失真我。所以回归自我，觉醒元神，才是每个人的真正使命。学会将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视作心灵修行的工具，将外界与他人看成自己内在的一面镜子。无论是有人指责你、厌恶你、奉承你或诋毁你，这一切都是为了映射出你内心深处的执着、缺陷和渴望。当面对引起反感的人和事时，应该先觉察自身，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我的内心有什么缺憾？我们越抗拒这种冲突，不快的经历就越会延续并加剧。若能回望内心，觉察自身的问题，则内在的和解便会发生，外在的对立也随之消解。那些让你讨厌、嫉妒或怨恨的人和事，会不断在生活中重复出现，直至你能够坦然接纳为止。这过程亦是逐渐接纳自己的历程，这便是和解的真谛。什么是修行？修行就是带着这份觉知生活，观察自己的贪嗔痴，深入了解每一个心念，日久天长。这种觉察会唤醒我们的神性，让我们通过每一段经历找到自己。人生似乎有无数的选择和可能，但这其实只是表象的迷雾。一旦找到真正的自我，这些迷惑便会烟消云散。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思想都在传授我们一个共同的能力，那就是唤醒元神。佛家引导我们觉察最深层的意念，称之为阿赖耶识。禅宗教我们通过不断内观，见自本心。哲学家称其为智慧，心理学称之为潜意识，儒家称为仁或至善，道家则称之为道，王阳明称为良知，而我们则说要不忘初心。六祖慧能曾言：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每个人内在都蕴藏着神性，一旦被唤醒，变成了一道光芒，不仅能照亮自己，亦能温暖他人。这就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我们心灵的三尺之地，便是灵魂的所在。人与人之间其实是灵魂的互动与交流。在庄子的渔父篇中，渔父对孔子说：真在内者，神动于外，当身心合一，元神便会在不同的层次显现，并且依照不同的境界呈现出各种显化方式。古圣温伯学子与孔子见面时，无需言语，便可目击而道存。然而我们熟知的西方伟人也曾经讲法49年，能让老鼠和灯芯感受到智慧。这意味着在不同层次上，他可以用各种方法与他人进行灵魂的沟通。孔子曾对颜回传道，颜回说：昔之昭然，今之昧然。我听你讲道的时候，心中一片通透，可回去一琢磨，又感到迷惑。孔子回答：昔之昭然，以神受之；今之昧然，不以神受之。当你听我讲道时，是用你的心神去感知的，因此内心豁然开朗。
但当你回去后，开始用头脑去推理分析，用所见所闻来理解，便会感到困惑，因为思维所见永远不及心神所知。真正得道之人是用元神在传达真理。庄子称之为化生，即将言语化为能量的传递。这种化生不只是言语，而是一种来自造物主的讯息，让人心静神安，仿佛世界在那一刻安静下来，在安静中人得以清明，并顿悟到原本模糊的一切。这是一个循环渐进的修行过程。严承子跟随老师东郭子綦修道，第1年才感觉自己融入天地，第2年开始随行，第3年通达世界，第4年融入自然，第5年终于能够反观自身，第6年元神显现，第7年天人合一，直至第8年不再意识到生死，最终在第9年达到圆满之境，成为得道之人。元神与感官是一对阴阳，当你的感官愈加活跃，元神便逐渐被封闭。大多数人的元神是被自身所封印，这是因为我们追随外界，而疏于内在的自我。道者得之主宰，生者得之光辉。道是德的依归，也是天性的本源。我们的生命即是这股光辉，是天性的彰显。今天我们或称它为灵魂。在其物论中，庄子借影子与魍魉的对话来开示我们如何破除心灵的封印，收回元神，回归那颗光亮的本心。魍魉问影子，为什么你行动无定，一会站一会坐？影子回答我，虽有主宰，然主宰之外还有更高的主宰，你所追求的便成为你的枷锁。影子便影射了你执着的模样。唯一能破除封印，回归本心的方法，即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言的核心：无所待。当我们不再依赖，不再追随，心神便会收回，达到内在的平静，与本心合一。那么我们寻找的这颗本心究竟在哪里？天地万物之心只有一颗，这颗心即在我们体内，也超越于我们。它既是无边广大的存在，又是无穷微细之物，包含宇宙的同时又隐藏于宇宙之中。无论是广大无边，还是极微小，都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是至大无外与至小无内的意识。古人说，心无其心，真正的本心即不居于内在，也不局限于外界，它包含万物，并藏于万物之间。老子与庄子皆告诉我们，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静下来就是回归本心，遵循天性。例如，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如何才能和谐运作？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也无法拆解每一个细胞重新组合。若要让生命的系统有序运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心静下来。当心静下来，身体自然恢复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运转自如。此时
我们的自信与神性能够一念即达，瞬间触及宇宙的每一处，无论距离多么遥远。如果封印是限制我们能力发挥的束缚，那么大多数人确实被封印着，并且往往不止一道。许多人感到无力，缺乏能量，根本原因正是来自这些封印。下面我们将深入剖析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封印，教你如何逐步解除，释放自身的潜力，达到最大化的发挥。首先回想一下你曾经开心的时刻，那些时候是什么让你感到幸福？也许是收获了财富、爱情、权力、关注、尊重、认同或称赞。同样的，让你难过的时候，又是因为失去了什么呢？多半是失去财富、爱情、权力、关注、尊重、认同或称赞。看出来了吗？我们往往以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其实并不独立。某个时刻起，我们的自我开始被外物剥夺，与外在的人事物牢牢地捆绑在一起，成了外物的附庸，甚至未曾获得真正的自主和自由。这正是我们身上重要的一道封印。我们的灵魂被深深地困于外物的影响之中，外物的变化牵动着我们的情绪起伏。收获爱情时，我们感到幸福；失去爱情时，我们感到痛苦；得到财富时，我们满足；失去财富时，我们失落。如此一来，因这道封印，我们沦为了外物的奴隶，生活被外在好坏所左右，甚至在潜意识中，我们把自己与外物等同起来，认为一段幸福的爱情即代表美满人生，或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就是成功的象征，或是顺利的事业等同于自我的价值。然而，外物并不稳定，总是波动不定，于是我们的情绪也随之起伏不定，患得患失。更糟的是，我们大多对这种依附于外物的奴役状态一无所觉。当情绪频繁波动，焦躁易怒时，我们四处寻求解决方法。专家可能会告诉你，要学会放松，转移注意力，看淡得失。按照这些方法，你可能一时有效，但没过多久，情绪的风暴再次来袭。这些方法之所以无法根本解决问题，正因为它们没有触及症结所在。只要封印依旧，我们的情绪困扰就不会真正消失。这道封印的核心就是把我们与外物生硬地绑在一起。要冲破这道封印，关键在于主动解开与外物的捆绑。当我们得到认可时，情绪愉悦；失去认可时，便感到失落。我们成为外物的俘虏，感情被牵引在外物的轨道上。此时冲破封印的关键就是给予自己自由，不再让情绪随外物波动。当事情顺利，我们可以感到愉悦，但在困境中，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平静。学会给自己自由，意味着无论得意或失意，我们都可以主动选择内心的平静，让心灵不再被外物束缚。
真正获得独立自主的力量。得意时开心很好理解，但在失意时仍能保持喜悦，似乎让人难以想象。这正是封印的威力之一，它通过惯性让我们产生恐惧，不仅害怕去思考这种可能，更害怕去尝试放下恐惧。谁说失意时不可以开心？只要拥有勇气和毅力，你会发现在失意时达到喜悦并非难事。封印之所以让人畏惧，正是因为它的惯性。所以若想彻底突破这道封印，便需要不断努力打破旧有的惯性，告诉自己外部的变化无法左右我的情绪，我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一段时间之后，旧的惯性会被新的习惯取代。当新的习惯建立时，你也就成功突破了这道封印。此时你会惊奇地发现，世界变得焕然一新，一切充满了希望，而情绪也前所未有的稳定。人类在特殊情境下会激发出潜能。新闻中常有报道，母亲在保护孩子时突然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人在极度紧张中视力变得敏锐，记忆力增强，甚至遇到意外时能瞬间记住车牌号等细节。这些潜能源于应激状态下的高度集中与激发的情感力量。在此刻，封印被迅速撬开，潜在的能力得以释放。佛法讲每个人都是本自具足，修行的目标便是擦拭内心的尘埃，明心见性，最终冲破封印，让潜能重现。如何做到呢？这需要寻找三维世界的漏洞。三维世界的局限是时间，但时间也有漏洞，那便是当下。当下的瞬间不受时间控制，是时间的缝隙。爱因斯坦曾说，时间并不存在，唯有当下。在这时间缝隙中有一股能量在我们内心深处流淌。当我们真正处于当下状态时，就能超越时间的束缚。唯有在这种状态下，个体与世界才能合一，这是修行者才可抵达的境界。这样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总结为5个字：内心的流淌。当内心流淌，某一刻就会感觉到一股能量涌入心田，如同花朵绽放，从紧闭到舒展。这股能量随后自由流动，进入心流状态。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品都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内心的流淌。王羲之在《醉意》中写成《兰亭集序》，李白在酒后完成《将进酒》，唯有最后达到忘我之境，元神方能苏醒。李小龙在练习截拳道时的一句话耐人寻味：我们学习到一样东西时，同时也会失去一样东西。不要成为知识的奴隶，只有超越了对知识的依赖，才能成为知识的主人，达到最佳的身心状态。虚空流动，当你真正沉浸于此，就能在虚空的世界中自在漂流，无拘无束，心安无忧，保持内心的纯粹与宁静。在这样的状态下，你会发现
自己能轻而易举地超越任何技术，甚至进而创新，创造出全新的可能，将所有的知识与方法抛诸脑后，让心无知无觉地工作，让自我隐没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当我们掌握越多知识和技巧，灵性也会随之减弱，行为逐渐变得机械化。而真正重要的并非知识本身，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习的意义在于建立更加开放、健康的心智模式，而不是为了知识本身。若仅仅为了知识而学习，则会沦为知识的奴隶，被其所束缚。认知固然重要，但每一种知识都可能成为桎梏。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智模型，才能驾驭更多的认知，进而修炼出空性。忘记知识，忘记方法，忘记目标，专注于当下，让内心自由流动，才能创造奇迹。因此，忘我和无我极其重要。佛家强调空，即空生妙有；道家强调无极，无中生有。修行的核心便是这种空无的境界，也就是禅宗反复强调的空性。修行到一定境界后，人便能放空自己，身心如同超导体，阻力接近于零，进入心流状态，高维能量随之流入。在这种状态下，无需刻意创作，只需放任心灵流动，伟大的作品便会自然流出，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前行。这便是如有神助的状态。一切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所有神来之笔，都是在抛开对目标的控制，沉浸于心流以后诞生的。古希腊哲人将这种状态称为狂喜，一种妙不可言的巅峰体验，内在充盈且丰满。正如毕加索所言，他的作品并非由自己画出，而是创作过程中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托举着他完成创作。这种状态就像自我隐没了，念头也消失了，所有目标也都不复存在，只剩下纯然的当下，甚至连当下的信念也了无痕迹。这便是《金刚经》所说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种能力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只是现实世界的种种迷障让我们迷失其中。红尘俗世中，每个人都是被封印的神灵，只要带着觉知的生活，终有一日能冲破障碍，显现真我。这就是明心见性，达到无上觉悟的境界。人的心处在上德的无心自然状态，就可以感而遂通。仔细观我们的念头，自然冒出来的就是大智慧元神发出的，它们一闪而过，我们的后天意识心往往反应不过来，捕捉不到。内心的声音和思想意识混杂在一起，元神在和你说话，你能不能清楚地分辨，听从内心的指引？你的元神对你是绝对的爱，它是一颗纯客观公正的心，
不会因为它属于你而有任何私心、偏心。老天会给你什么，它就反映什么。当你把自我放松的时候，就会听到它的声音，它会及时地提醒你。讲元神，首先讲轮回。轮回的这个灵，我们称之为元神，这是我们的先天意识。如何唤醒它？解除你的封印，要学会发大愿。任何成功不能靠方法，要靠发心。我们常说发心非常重要，起心动念非常重要，这是非常对的。当我们对一个事情有了某种发心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结果。当你有一个强烈发心的时候，就等于向宇宙发出了一种邀请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能量波，那么宇宙一定会回馈你的这个信号。你的发心越强，对世界越有利，这个起心动念显化在外在的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越大，导致这个世界呈现给你结果的绝对不是方法，而是你的念头，也就是你的愿心。许愿真的是有力量的，但是一定要发自心灵层面。所谓的方法，就是学会向上祈愿，它的本质在于能量的穿透力。法界越高层，就越具备能量支点。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让自己的信号能够穿透一切法界的阻碍，顺利抵达高层。信念的底层是生命系统的共鸣，是双向的奔赴。所以修道要发心，是为了我们的信念和高层一致。在拥有了稳定的信念后，就是对一切能量和智慧、福德、功德的修补。针对具体的生命系统问题，着重的不断培养栽培。所以每日发愿和起心动念，就是培养我们和法界高层的能量管道。一旦你的发心和发愿能够进入最高境界，下一步就是怎么累积你的能量，符合它的兑换法则。这里的唯一需要突破的就是自己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发心和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具备穿透力的能量管道和发射力，可以让我们迅速满愿。然而，那么封印的能量将瞬间就会被激发出来。一个人如果内在不发愿、不积德，外在怎么会呈现出来呢？而有愿，生命就放大了。为什么有些人充满力量？这是从他的发愿而来。愿在宇宙中永远存在，生病也可以变得伟大。如果生病，就发愿，愿我得的这个病，一切众生都不再得。如果我康复了，我要帮助所有同病的人。这么发愿后，立刻就可以把生病转成功德。如果小孩不好，就发愿，愿所有小孩，所有家庭不好的小孩都能变好。把为自己的祈祷变成为帮助众生而祈祷，奇迹就会出现。如果自卑，就发愿，愿所有自卑的人不再自卑。如果你不满意现状或被人欺负，就发愿，愿我的忍耐能令他人福报增长。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发愿转化，
比如你们将人们随处乱扔的烟头捡到垃圾箱里，边捡边发愿，愿捡烟头的功德福报回向众生父母身体健康。你发现每一个烟头都是黄金，比如发愿余生要帮助更多人，要尽全力去做，那么你会发现每一天你都会感恩，都会行布施，行善法，每一天你的力量越来越大，心量越来越宽，大到不可思议。你不怕苦，不怕累，就是那样一点一滴的你飞速成长起来。所以不是所有的烦恼灾难都是罪业，懂得转化就是好变化，所有的不好都可以转化，会转化的就不怕有问题。愿我们都能通过发愿，把苦难转化为恩典，把烦恼转化为菩提。修行，如果你下定决心开始了，就不需要别人的监督，因为我们的因缘太复杂，你不能把生命交给业力，你一定要把生命交给你的愿力。只要有愿力，就可以感应到无上的加持力。很多人经常诵经，经常上香，但是愿望常常没有办法实现。为什么？是没有发愿的缘故，没有愿力的缘故。没有愿力，我们强大的业力怎么能转变呢？是没有办法转变的。众生的命运是靠愿力来改变的，要花出为利益众生的心来改变，不为自己。自己的福报无量无边，智慧无量无边。人生最大的智慧是不断的内观自己，通晓了自己心理和行为的运作逻辑，并因此而悟到了宇宙万物运作的逻辑和秩序。道德经里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一个人对自己认知的深度，决定了他对世界认知的高度。人一旦把自己彻底搞懂了，就把世界彻底看懂了。我们之所以搞不懂世界，是因为我们还没搞懂自己。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寻找自己的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开始内观自己。怎么才能找到自己呢？每个人都有3个身份组成：本我、自我、真我。本我是人的动物属性，遵循快乐原则，受本能驱使，吃喝拉撒，食色性也。自我是人的社会属性，遵循现实原则，受利益驱使，追求财富、权力、地位、名声。真我是人的精神属性，遵循道德原则，受理想驱使，追求精神、认同感、爱情、灵魂。本我在低位，它时刻在是起心动念，包括很多野蛮、原始的冲动。自我在现实，它时刻在权衡利弊，盘算着周围的人和资源。真我在高维，它时刻在你头顶审视着你。有句话叫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就是高维的我，也就是真我。心理学家说，如果你不能觉察到自己潜意识，那么它就会掌控你一辈子。
这个潜意识就是受真我驱使，可见真我时刻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真我也是你的元神，他默默地陪伴在你身边，一旦你找到了他，并利用了他的力量，那么做人做事就如有神助，可以顺风顺水。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感到纠结？因为这三个我彼此之间经常有冲突。本我管理着欲望之魔，自我管理着情绪之魔和偏见之魔。这三个魔鬼经常发作，他们能将我们吞噬。绝大部分人都被困在了欲望、情绪和偏见里，都是这三大魔鬼的奴隶。其实对于人生来说，真正阻碍我们的不是能力、时间、方法、步骤，而是傲慢、偏见、情绪化、狭隘、无知等等。是这些心魔捆住了我们，唯有真我，我们的元神，能拯救我们。因此人也是有很大内耗的。我们身体内经常有一大元神跟三大心魔在斗争。人生的意义就是寻找并回归真我。古今中外，所有的圣贤书和伟大的思想都在帮人去寻找那个真我。毕竟人的很多东西都归真我保管，比如天赋、使命、特长、潜意识等等。人的修行就是为了提高真我所占的比重，因此道家称呼那些修行成功的人叫真人。寻找真我元神，必须要找到两样东西，第一个是使命，第二个是天赋。使命就是你与生俱来的那个任务和责任，是你在世上生存的原动力。一个找不到使命的人，他就像是一叶浮萍，是无根之草，漫无目的的在世上漂浮。天赋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和特长，是你可以去超越他人的根本支撑。一个找不到天赋的人，他只能够沦为平庸，即使得到了好运的垂青，也不会太久。使命和天赋是我们通向真我的两条通道，也是链接高维世界的两大通道。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唯有它们才可以链接到真我，链接到高维空间。一旦打开了这两大通道，我们就可以随时的获取高维空间的能量，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取成功，并且能真正的看到真我，活出真我。心经里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意思就是当我们关闭自己的六根，再去感知世界的时候，才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才能够解除人生的痛苦。六根指的就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和意念。这六根全是本我和自我造成的。道德经里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所谓的五色、五音、五味也都是本我和自我造成的，它们把我们笼罩其中，屏蔽了真实的世界。金刚经的要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意思就是当一个人不再执着于各种相，那这个相见就是对本我和自我的一个挂念，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元神，看到真实的世界。周易里面说，是欲深者天机浅，意思就是欲望越重的人，他越看不到世界的真相。这里的欲望也是因为本我和自我造成的。阳明心学里面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意思就是人的内心本来是一个无善无恶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意念动了，才有了善和恶之分。禅宗里面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只要能够擦亮自己的本心和真性，就可以成佛。这里的真性和本心就是真我。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行的目的就是不断地接近这个真我。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里面记载，人能常清净，天自生日月星斗，地自生江河草木，万物自生。这里的常清净指的就是人的元神状态。元神回归之后，你将体会到身心合一的美妙感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因为外界因素的干扰，导致身心分离，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而当元神回归的时候，你的身心将得到有效的整合，负面情绪也会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元神觉醒不仅仅是能力的提升，更是心灵的蜕变，教会我们如何面对挑战，如何在逆境中绽放光芒，向着更强大的自己迈进。元神回归之后，你的智慧将不断增长。在现代社会，人们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陷入情感的困扰，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当元神回归，你的情感世界将得到一次全面的洗礼，杂质将被清除，真挚的情感将得以保留。你会发现自己更加珍惜身边的人，也愿意为他们付出更多，同时你也能够更好地处理一些情感问题，保持心态的平和。元神回归之后，你的命运将得到改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命运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但并非不可改变。当元神回归，你的内在能量将得到提升，从而影响你的命运走向。你会发现自己会更容易遇到贵人，获得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在困境中也能够更快地找到出路。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元神回归，使得你的生命能量得到了有效的激活。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唤醒元神，犹如神助。我祝你早日激活被封印的能量，做事如有神助，更加强大。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